明星想要在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必须要具备一颗七窍玲珑心，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但也有一部分明星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一些坏毛病。有哪些明星说话做事瞬间拉低好感度呢？这里是下探鱼子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明星的没礼貌行为吧。郭德纲快给安吉道歉一度登上热搜。在一个盛典上，沙溢和胡可带着儿子安吉上台领奖，郭德纲作为颁奖嘉宾却调侃安吉像自己和胡可的孩子。沙溢还算好脾气的接梗打圆场之后，郭德纲仍然没有停止。那时安吉已经是听得懂话的年纪，在台上已经显露不开心的神情。我怎么看着安吉怎么像我跟胡可的孩子？像我跟胡可的孩子。这一幕让许多网友批评郭德纲开玩笑开过头，完全没有大前辈的涵养。然而在网友批评的郭德纲还2次拒绝道歉，他说自己和沙溢家很熟，开玩笑开惯了。可事后胡可回应的意思却并非如此。小孩来讲，我觉得可能你在开玩笑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这个你开玩笑的内容是什么。无独有偶，周冬雨参加极限挑战时，微博上发起了周冬雨请向王迅道歉的话题。因为节目中周冬雨表现得十分嫌弃王迅，起先王迅想和周冬雨合影，周冬雨却把脸扭走，说我不想跟你合影。自拍一个。我不想跟你拍。孙红雷让周冬雨和王迅调换身份，交换衣服，周冬雨立刻拒绝，我不想换，他衣服脏。后来周冬雨还嘲讽王迅没见过世面都这样。世面都这样。更糟糕的是，面对这次公关危机，周冬雨的团队完全没有重视。虽然王迅在节目播出后解释说是为了节目效果互黑互损，但另一次在拍戏片场，面对专门到访的媒体，周冬雨竟直直走过，完全不予理会。事后记者询问3次，周冬雨本人居然分别给出3种解释。2015年夏天，没礼貌没教养几乎成了周冬雨的代名词。袁姗姗的招黑体质也并非是毫无缘由的。青春同学会上，袁姗姗在张小斐不在场的情况下反复吐槽她打呼噜，后来张小斐只能特意澄清，说自己真的不打呼噜。但袁姗姗不依不饶地跑到张小斐账号下面说打呼噜怎么了，又不犯罪，让张小斐有口难辩。本以为这件事就会就此结果，但今年年初张小斐因为你好李焕英爆红，这件事也被媒体挖了出来。这时没等张小斐发声，袁姗姗就急不可耐地发了道歉声明。除此之外，在文物鉴赏节目《巧手神探》中，文物修复大师拿出了一个汉代时期的器物，特意嘱咐在场嘉宾轻拿轻放。其他人听了之后都非常谨慎，唯独袁姗姗把古董一下子举到空中审视，还用指甲在文物有裂痕的地方掐了一下。在其他嘉宾的提醒下，袁姗姗竟然不以为意地说又掐断了，没事，他可以再修补，再修补。后来他在网上道歉，但为时已晚，大家并不买账。蒋欣在娱乐圈里是出了名的耿直，看过《甄嬛传》的观众都知道，蒋欣在戏中有一句台词说甄嬛见人就是矫情，而孙俪在采访中直言华妃很入戏，老骂我见人就是矫情，我都怀疑她到底是说嬛嬛还是在骂我呢。虽然蒋欣并没有什么坏心思，但这并不妨碍她常常祸从口出。还有一次赵丽颖被媒体怀疑假唱时，当时并没有实锤放出，但蒋欣跑去评论说我们不是专业的歌手，假唱是为了节目效果。3言2语硬生生坐实了赵丽颖的假唱行为。曾经关晓彤是国民闺女，但批评她没素质的声音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网友质疑关晓彤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不懂得为他人考虑。在快本的惩罚游戏中，关晓彤拉着橡皮绳一弹，让马思纯整张嘴瞬间肉眼可见的红肿，甚至痛出了眼泪。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张漾吗？2是蛮横无理。2014年播出的《极速前进》中，游戏需要关晓彤亲吻路人小孩的脸，关晓彤锁定目标后直接上前说我必须要亲你家宝宝的脸，被拒绝后还飙了一句脏话，事后还说声音就特别的让你不爽，当时整个人都想过去把他暴揍一顿。随后关晓彤澄清是路人出口成脏在先，但他当众说脏话也不是第1次了。走迷宫的时候，他和白举纲怎么都走不出去，一着急关晓彤就开始口不择言。屁啊！哦，走晕了，我想把这炸了的心都有。虽说这些话可能在生活中很常见，但毕竟是公众人物，关晓彤必须得控制住自己。杨幂曾因为3打手机事件引来全网一致讨伐，在
在3生3世活动时，有工作人员负责官方直播，杨幂款款而来。同组男演员王晓告诉他在直播，他笑怼和我有什么关系？在王笑示意他对镜头打个招呼后，杨幂伸手就把工作人员直播的手机打掉了。后来有人提醒杨幂在直播，她才反应过来。紧接着她跑进镜头，又作势要打手机。打个招呼吧。正式落座直播后，讲到此事，赵又廷半开玩笑地说：“很像牛组。”但事后也有粉丝解释，杨幂性格非常逗趣碍眼，在正式直播前发生的事是和好友王潇在抛梗互动，真相究竟如何，观众也无法得知。明星没礼貌起来，不只对路人，对同事也一样。宋妍霏和父母在节目上邀请杨迪到家里做客，但杨迪要来的那天，一家3口似乎并没有想到客人到访的事情。直至中午11点半，宋妍霏才突然想起此事。最后，他们竟决定用自热米饭招待杨迪，甚至还端出没有熟的汤给杨迪喝。随后，杨迪没多久就感觉到肠胃不适。等他离开餐桌上厕所后，宋妍霏一家却把今天发生的不顺全归咎于黄丽兄，丝毫没觉得自己有半点问题。我看看是黄丽。当然是节目组故意设置的情节，还是宋妍霏一家自发的行为，我们无法断下结论。但他们一家人可以给我们做个警醒，给客人应有的尊重，这是素养，也是人品。自维密舞台一摔后，奚梦瑶的知名度迅速攀升，但她的专业素养也一时间遭到不少质疑。随后，她又因为节目中的无理表现再次遭人诟病。王者出击中，与王嘉尔对面交锋时，她不顾王嘉尔的求饶，一直逼王嘉尔吃辣椒。无奈之下，王嘉尔只能强忍着抿了一口，之后便马上大汗淋漓蹲在了地上。王嘉尔也解释自己对辣椒十分敏感，但奚梦瑶几人却在一旁笑他流汗流得太神奇。这一幕惹怒了不少网友，毕竟这跟逼一个酒精过敏的人喝酒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外，最近王嘉尔又在新一期的《拜托了冰箱》中遭到了不礼貌对待，谁也没有想到，已在内地娱乐圈占据一席之地的王嘉尔，竟然会在节目里被当成马奇。游戏设定中，王嘉尔、张彬彬需要用码头道具逗笑李雪琴。尽管是王嘉尔提出被当马奇，但是显然现场众人并没有感到不妥，只有观众看得心疼。让我们同去作伴，我的潇潇洒洒。节目组不仅把这一段放入正片，还当作搞笑卖点，确实不太尊重艺人。黄晓明在中餐厅翻车之后，早前许多不得体的言论也被翻了出来，比如录制《中国梦之声》时，一位选手演唱了自作曲《青春》，十分动听，就连韩红都在不停的夸赞。可作为评委的黄晓明不但没有专业素养，甚至在镜头前吐槽素人女孩长得重口味。你虽然长得很重口味，你的歌声很小清新。而韩庚做的事情就超越了不礼貌，甚至涉及法治领域。重点是他不仅是自曝的，还是在撒贝宁面前说的。2015年电影《万物生长》发布会，韩庚一脸骄傲地说，大学时期曾把从同学那租来的电脑拿去卖了。我跟我一个同学就把这个电脑搬走了，卖掉了。撒贝宁听完赶紧救场，但韩庚已经刹不住车了，他又自曝自己偷磁带的往事。此外，韩庚还在别的节目上大谈骗同学喝尿的事。有一次我们就把他上了厕所放在那儿，就等他过来拿了，就回来咕嘟咕嘟全喝了。不仅没意识到自己的道德问题，还当成趣事拿出来说。韩庚的人品与智商都堪忧，虽然有疑似他大学同学的人出面发声，但伴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韩庚的人品。和以上这些事比起来，韩庚在综艺上用力揣引证的事情似乎都显得不足为奇。张翰拖行交警的事情成为了他终身的污点。2007年，还在上大学的张翰涉嫌酒驾被交警拦截，可张翰居然没有停车，想要加大油门冲过去，结果将一名交警挂在车上拖出100多米，几辆车围着才将他逼停。最终，这名交警终身残疾。事发后，张翰在央视电视台采访时毫无悔改之意，还说自己只是想把交警甩下去，但他就是不下去。下了，我踩了3次。对，你说你下去，我说你别拽着，我也看。言语之间令人心生两意。陈乔恩则是酒驾险些酿成意外。2018年1月4日凌晨，陈乔恩因为酒驾被捕。查处后，陈乔恩因危害公共安全罪交了保释金10万台币。而陈乔恩本人对此的解释是，在家喝啤酒后想出门买东西吃，结果红灯右转就碰上了警察。但实际上，陈乔恩的酒测值被曝高达0.67，这并不是喝下少量啤酒能达到的数值。
随后，陈乔恩第一时间向公众道歉，称日后绝不会再违反交通规则。2016年5月27日，李易峰驾驶一辆无挂牌白色兰博基尼撞上了路上的桥墩。其实这并不算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因为现场既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产生重大的财产损失。只是事发后，李易峰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选择了迅速逃离现场，这暴露了他对交通法规的不尊重，遭到了大众的批评。舆论持续发酵后，李易峰工作室也发表了道歉声明。最后，公安以罚款2000元以及记24分的结局结束了此次事件。当然，娱乐圈也有很多谦逊涵养高的艺人，就如董卿老师。一个访谈节目里，董卿为了更好地采访96岁腿脚不便的许渊冲先生，她选择单膝跪地访问他，而不是站着俯视与老先生对话。董卿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希望其他明星能认识到，不管做什么事之前，都得先学会做人。毕竟娱乐圈不仅要有业务水平，人品更是关键。虾米酱们，你们如何看待这些明星拉低好感的行为呢？你们还知道哪些明星曾做出不礼貌的事情呢？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关注点赞我，将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我们下期再见吧。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娱乐圈，咸猪手泛滥成灾。相反，那些绅士手却显得难能可贵。有些男演员在拍亲密戏的时候，防止女演员尴尬，甚至拿胶带固定自己的重要部位。还有被女生强行搂抱而誓死不屈的男星，双手直勾勾地悬空在，好像对异性有洁癖一般。相比那些老油子，这些男星可谓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所在，让人为之敬仰。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娱乐圈还有哪些明星的边界感能拿捏得这么到位。郭麒麟是娱乐圈中出了名有教养的星二代，他在娱乐圈的身世也是尽人皆知。其中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郭麒麟和张天爱合作做游戏，这个游戏是需要2个人双手搭在对方的身上的。只见郭麒麟的手揪着张天爱的衣服，另一只手只碰到张天爱的头发，粉丝们直呼郭麒麟的绅士手真的是绝了。其实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郭麒麟绅士的表现。他在和女嘉宾的见面会上，每次和女嘉宾握手都是只用半只手，和男嘉宾握手都是整个手掌握着。郭麒麟的绅士行为处处体现。郭麒麟的年龄并不大，但却能把礼仪做到极致，也算是娱乐圈少见的星二代。陈伟霆就是出了名的绅士手。综艺节目上被韩国女星郑秀妍时，双手完全不碰触对方任何部位，而是扶着自己的腰。拍摄影视剧时也依然维持着绅士手，从背后抱住舒畅时只拽着对方的衣服，非常暖心。可以看出，陈伟霆的绅士手就是经典的握拳法，与异性有身体接触时总会刻意保持一些距离。张译2023年各大卫视都上映了张译出演的各个电视剧，狂飙的播出让张译再次吸粉无数。事实上，除了张译演技好之外，张译的人品也是没话说。张译和刘浩存一起走向舞台的时候，会细心帮刘浩存提裙摆，防止刘浩存踩到裙子摔倒。他和海清出席活动时，因怕海清的恨天高崴脚，连忙搀扶着海清，但也只是搀扶海清隔着外套的胳膊。张译和樱桃出现颁奖典礼的时候，看见樱桃发言没有话筒，连忙将自己的话筒举在樱桃的嘴边。张译的身世是娱乐圈人尽皆知的，张译不仅和每个女星都能保持安全距离，而且在他身上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的绯闻。张译会对自己演的戏负责，也对自己的人品负责，也许就是这样才是他能爆火的重要原因吧。易烊千玺是三小之中的一员，年龄刚刚20出头，但论起年少有为且礼貌绅士，千玺可充当第一。在前几年易烊千玺刚出道的时候，多次登台和女演员一起共舞，但千玺的分寸感就拿捏得特别好。一段舞蹈中，千玺只是把手悬空搭在舞者的肩膀上，连碰都没有碰到。不知情的还以为千玺是对异性有洁癖呢，其实是易烊千玺从小的家教就比较好，看一眼就会害羞的那种。后来的千玺虽然随着年龄一直长大，但这种分寸感一直都在。不管是和女舞伴热舞还是什么，都不会轻易去贴上女舞伴的身体，总是一直保持距离。主持人给千玺递话筒的场面可谓是经典至极。只见主持人弯腰送上话筒，而千玺则抿着嘴，用着2个手指头捏住话筒的上半部，生怕碰到主持人的手，一直和主持人保持安全距离。
就算在现实中的千玺也一样的绅士，在活动中和女生做游戏需要牵手的时候，他会主动把手缩在袖子里，让女生抓着袖口。王凯不仅长得绅士，人品也真的很绅士。王凯不管在戏内戏外，绝对算得上的绅士男人。就算在戏中，王凯搀扶女主也只是搀扶女主的手腕，而并非直接碰到女主的手。相比那些借着演戏名声四处向女演员趁机揩油的那些男演员，王凯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啊！王凯在一起和王鸥拍合照的时候，王凯的绅士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王鸥的手摸着王凯的胸前，两个人半搂着的状态，而王凯的胳膊则半悬空在王鸥的肩膀上，丝毫没有触碰到王鸥。不仅如此，就连需要和女演员上台拍照需要搂腰的时候，王凯也只是轻轻地握着拳，没做出搂腰的动作，没有真正的触碰到女演员。就连和他在荧幕中搭档过情侣的王子文都赞扬王凯是个绅士好男人，还曾讲到在戏中的吻戏，王凯连嘴都不张开，还是王子文逼着王凯才低下头勉强的亲了一下。对此王凯还对王子文解释过，不张嘴是害怕冒犯你。王一博，陈情令的另一位男主角王一博也是绅士手，比如与程潇合作舞台表演，其实这种时候难免会有肢体接触，但王一博还是全程保持绅士手，只小心拽着程潇的衣服。还有这里为不碰到蒋梦婕，一只手放到身后。最有趣的是王一博的某场直播活动，当时王一博要从女主持人手里接过手机，结果手却完全悬在半空中，为了避免碰触到女方的手，显得非常小心，网友都大赞暖心。靳东不知道是多少中年妇女的梦中男神。尽管靳东这么招异性缘，但他的绅士却做得十分到位，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优势而趁机占便宜。靳东有一次去饭店吃饭，遇到自己的一位粉丝见到自己的偶像十分的激动，立马拉起靳东的手想要合照。此时的靳东显得非常开心，但却手足无措，双手不知道如何安放。靳东没有一点的明星架子，在拍合照的时候也很有距离感，完全没有触碰到女生。靳东不仅在现实中绅士，在戏中也十分的懂得分寸。在和秦岚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有个动作需要靳东从后面抱住秦岚，但这个姿势稍微不注意就会碰到秦岚的胸部，但靳东却把自己的手拼命地挣扎着往外撤开。不得不说，靳东吸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戏内戏外都这么绅士，怪不得靳东能一帆风顺，这都是自己平时积累的好口碑。王嘉尔的绅士手也是频繁地登上网络热搜，他虽然年龄不大，但誓死不屈的精神真实属可贵。曾经有一次，王嘉尔和一位嘻哈歌手同台演唱，到最后摆姿势的时候，这位女歌手拉着王嘉尔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前，只要王嘉尔稍微放松一点，一定会开到油的。但我们看到的是王嘉尔的5根指头直勾勾地伸着，生怕碰到这个女生。他这个动作让很多人都哭笑不得，很多粉丝直呼他宁死不屈的精神实在可贵。还记得王嘉尔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他看见一位女生穿的裙子太短，坐下来的时候不方便，就连忙拿着包递给女生，让女生遮盖着。大家对王嘉尔的印象分拉得满满。王嘉尔的绅士手也是圈内数1数2的存在了，怪不得那么多女孩把王嘉尔视为梦中男友。陈伟霆就是出了名的绅士手，综艺节目上被韩国女星郑秀妍时，双手完全不碰触对方任何部位，而是扶着自己的腰。拍摄影视剧时也依然维持着绅士手，从背后抱住舒畅时，只拽着对方的衣服，非常暖心。可以看出，陈伟霆的绅士手就是经典的握拳法，与异性有身体接触时总会刻意保持一些距离。肖战也是绅士手，去年就被发现他参加活动需要与女性工作人员说话时，直接背着手，避免碰触到对方，细节足见涵养。而其实在更早以前，肖战就展露出了自己的绅士教养。X9少年团的团综中有个环节就是必须去拉女孩子的手，肖战倒好，小心翼翼地抓着女孩子的腕表，当场表演了一个在线把脉。张艺兴的绅士手也是格外有名，一双手一碰到女艺人就开始无处安放，遇到林志玲瞬间变成小学生，双手乖乖放膝上。活动上碰到柳岩，也是把靠近对方的一只手背到身后，身体完全不碰到女方，虽然看起来总是显得很拘谨，但这样的拘谨非常可爱啊。在娱乐圈这么混乱的时代中，还尚且有一股清流的存在实属珍贵。那些职场的性骚扰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但不能因为个别的明星就一棒子打死整个娱乐圈真正的君子。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做事先做人，有德无才不可怕，但有才无德才让人心惊。
明星作为公共人物，应做好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别让不正之风荼毒更多年轻人。在偌大的娱乐圈里，个人各色，多极分化，有人品素质兼优的明星为大众带来正能量，自然也不乏出口成脏的 C 语言大师，张口就来一段摩斯密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星们公然大爆粗口呢？这里是瞎谈鱼子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曾在镜头前飙过脏话的明星吧。随着综艺的增加以及直播的兴起，不少明星都曾在镜头前展现过嘴在前面跑，脑子在后面追的爆笑景象。比如张艺兴，自从他归国发展参演《极限挑战》之后，在许多网友眼里，小绵羊就成了他的最佳代名词，因为他总能凭借呆萌的气质，创造出独一份的神奇画风，和男人帮里的另外几位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黄渤、孙红雷这两位动不动就上演消音大戏的成员。不过录制完这档节目后，张艺兴似乎就彻底解放了天性，可卖萌可耍宝，也能把梗玩出花样。他作为这就是街舞的导师，对自己队伍中的选手进行点评，或许是因为太过激动，一不小心他就翻了车。还用说吗？就是最倒。意识到用词不当后，他只能赶紧再用大白话解释了一遍，表示自己是指选手很厉害很好。遭遇同款翻车情况呢，还有范丞丞。说到他，或许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自动浮现出喜剧人3个字。参加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时，他常常能从台风炸裂的霸气 rapper 1秒切换成表情包大师。到了《青春环游记》里，他又能毫无偶像包袱，生动自然地输送一大堆搞笑名场面。当然，逗趣归逗趣，如果碰上打广告，他还是可以化身为正经人，夸赞不带停的。他和其他几位成员一起在直播间里推荐一双鞋子，刚开始还十分认真，对着鞋子一顿猛夸，却不料一个没注意，就在夸赞中融合进了特殊词汇，吓得一旁的朱正廷赶忙上前捂嘴。然后他的这个外形酷炫狂炸。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同一组合的黄明昊也曾输出过 C 语言，当时他正在某直播间里担任产品推荐人，穿一身黑衣，戴一副眼镜，外加半边刘海，浑身散发着一种禁欲气息，令许多人心动不已。可就在大家纷纷感叹又多了个斯文败类的高冷代表时，黄明昊一张口就暴露出了搞笑真身，瞬间打碎了大家的幻想。2490直接拿走！哇塞！哇塞！不得不说，幸好黄明昊的脑筋和嘴巴都会转弯，才能在说完“沃”字后战术停顿，把曹改成了“塞”，完美维护住了自己的形象，最后用一个笑容成功蒙混过关。吴宣仪仅存其后，靠同款技能保留住了最后的倔强。女团出身的她，从参加选秀节目《创造101》开始，似乎就一直附带着各种争议。有人吐槽她没有时尚感，穿衣服土；有人则拿着她的素颜大做文章。直到后来，她和火箭少女101组合的其他成员一起出演团综《横冲直撞20岁》，不少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有独特的闪光点。舞台上的他可盐可甜，业务能力堪称一绝，而私底下的他大大咧咧，有话直言。只不过偶尔他也会因为太过放松而意外吐露出一些会被消音的语气词。我说，眼看状况不妙，吴宣仪赶紧找补。我靠！刚才我发现等了那么久，发现没有人，我靠着毅力。虽然他在火速运转大脑后巧妙地实现了自圆其说，但由于转折太过生硬，许多网友已经自动将他认作了喜剧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别看吴青峰平时总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遇上意外爆粗口的情况，他也只能乖乖认怂。在某场演唱会上，他按照惯例和台下的歌迷亲切互动。出于相爱相杀的本能，他这次也没放过怼歌迷的机会，一张口就来了段真情流露。你幼稚园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开始改口风。我是说，你妈、我妈、他妈，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好吗？
从这段重新定义中，不难看出吴青峰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被称为内娱第一勇士的黄子韬，自然也少不了语言管理失败的名场面。一直以来，他拍视频的画风都极尽搞笑本质，不论是小精灵系列还是平时的直播，都能看出他身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谐星气息。此前，他和另一位好友同框直播，本想着损一下好友，却没想到话一出口，恰好踩到了雷。我现在坐你看。说话非常好，这个就是笔直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从无所忌惮到瞳孔地震，再到疯狂找补，黄子韬用短暂的时间串联起了这场精彩的大戏，也把救救我3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但在很多人心中，他的喜剧人形象已经牢牢树立，这段戏码的发生并没有那么意外。好巧不巧，前脚自己刚翻完车，下一刻他又成了鹿晗口吐芬芳的见证者。在创造营2020中，两人一起担任导师，带领着学员们成长进步。或许是由于两人之前同属一个组合，相处了很久，对彼此太过熟悉。整部综艺下来，全程都展现着什么叫逼疯鹿晗只需要一个黄子韬。每当两人同框，黄子韬就总是会在鹿晗的底线上疯狂试探，撒娇、挖坑、找打一样不落，而鹿晗只能一次又一次的用眼神骂人，最后默默地劝说自己我能忍。不过忍也不是永远有效的，比如某次两人坐在一起自夸长得帅，突然黄子韬补充道他们的心里有反差，鹿晗很爷们儿，自己则比较可爱，紧接着还透露鹿晗老是喜欢摸自己的头，边说边掩饰宠溺原状。一向受不了肉麻气的鹿晗当即就炸了毛。谁抚摸你，我那就哥哥太爱你了。我的。有擅长急刹车的，自然也有直言不讳的，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的。朱一龙就是其中一位。早前他和安以轩等人一起拍《御姐归来》，为了给朱一龙制造生日惊喜，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集体趁着朱一龙换装，把用来遮挡的帐篷给掀了，害得朱一龙一头雾水，手足无措。后来接受采访，再次回忆起这段故事，朱一龙用一个字精准概括了自己当时的全部心理活动。靠！主要当时是在大街上。何炅则是用4个字上演了一段爆笑大戏。录制《快乐大本营》时，节目组设置了一个互说真心话的游戏环节。谢娜向何炅抛出了个问题，问其如果今天是第一眼看到自己，会用哪4个字来形容？只见何炅边举大拇指边回答道：“张杰真棒。”但实际上，从曝光的幕后花絮来看，何炅的答案并非如此。第一眼看到我，用4个字来形容我。去你！那么，明星飙脏话都只是快乐源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初衷并非慌不择言时，明星们喷脏就多少显得有点令人不适了。比如关晓彤在录制综艺《极速前进》时，因为对游戏环节的设置不满，当着镜头的面就开始大爆粗口。狗屁啊！狗晕了，我想把它炸了的心都有。后来他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和路人合作完成，但路人没有配合，他就瞬间暴怒，再次飙脏。也正因如此，自从他在各大场合亲手贡献黑料后，大众对他的印象就不再局限于国民闺女或金圈格格了。耍大牌、没素质等形容词逐渐成为了许多人对他的第一评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庭事件，把明道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深陷争议了。早前他就被曝光过在拍摄现场对小演员发飙、喷脏话，甚至还摆脾气霸拍。别过了，你别果果别闹了。等你玩完再录。不过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明道发火并不是没有缘由的，而视频中拒不配合的小女孩便是导火索。一众演员、工作人员都在等他，他却一直调皮捣蛋，这才导致明道大发雷霆。不过即便事出有因，有部分网友还是表示明道的做法有失风度，也不够妥当。贾乃亮则是因为一场假戏而真生气，
当时他和朋友们前往餐厅聚会吃饭，一位服务员因为很喜欢贾乃亮，就在生日可得红酒的活动下，借着职权私自给并未过生日的贾乃亮送了瓶红酒。好巧不巧，这一幕偏偏被隔壁包间的女顾客知晓，于是他不依不饶地叫服务员给他送一瓶红酒，因为他今天也过生日。可由于他没带身份证，服务员就拒绝了他的要求。女顾客见状，直接扬言要看贾乃亮的身份证。眼看争吵愈演愈烈，贾乃亮只能出门解围，称自己愿意花钱买下这瓶红酒，可女顾客依旧不肯罢休。于是，一向以好脾气著称的贾乃亮当即破口大骂：“谁呀？小老鼠啊！哎！”好在后来真相揭晓，这出闹剧只是朋友准备的整蛊游戏，但贾乃亮却是满腔委屈涌了上来，忍不住痛哭流涕。为娱乐圈送上偷逃税大瓜的邓伦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飙脏话能手。2019年由他参演的《我要打篮球》上线，片中他常以亲和的形象示人，但据现场观众透露，录制第1期时，邓伦就曾因为对比赛规则不满，大肆辱骂国家级裁判以及李易峰队的粉丝，导致拍摄拖延近1小时，最后甩手离去。事后，当时的裁判也发文佐证了邓伦爆粗口一事，对他的人品和素质予以抨击。乐嘉则是因为醉酒发疯，在台上公然喷脏呛声，吓坏了现场观众，吓跑了其他导师，最后落得个被封杀的下场。如此看来，明星飙脏话的状况不在少数。有人因为脑筋和嘴巴同时停摆，当场化身为行走的电报员，制造了一堆爆笑桥段；有人则单纯只是发泄不满，暴露了低素质的真身。不论如何，真性情并非飙脏话的遮羞布。作为公众人物，明星们更应该学会控制情绪，减少负能量的传播。小米酱们，你们觉得谁的故事最好笑，谁的故事又最令人生气呢？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关注点赞我，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我们下期再见吧。